我的婆婆好像重生了，她上一秒还在坐天喊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逼她儿子和我离婚，因为她和我结婚5年了，还没有一个孩子。然而下一秒，她就对我百般呵护，生怕我有一点不开心，不仅好吃好喝的伺候我，还每天给我搬来洗脚水。他儿子骂我的时候，他还会骂他的宝贝疙瘩，简直活见鬼。如果不是我也突然有了上辈子的记忆，恐怕还真会给他这副样子给糊弄过去，像空手套白狼拿到我手里的好东西。做梦吧！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是个家庭妇女，此时我的婆婆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她的身边坐着一圈我丈夫陈东引的7大姑8大姨，而他们正在讨论的主人公正是我。我腰闪了，还要被婆婆吩咐拖地。当我小心翼翼地扶着腰拖地时，还要一边面对他们的冷嘲热讽：你家儿媳妇怎么拖个地都磨磨唧唧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苦都吃不得，做一点家务活好像就能累个半死。我婆婆瞥了我一眼，阴阳怪气地道。我强忍着愤怒的情绪，圈住拖把的手慢慢收紧。她这话说的好像平常家里的家务活不是我干的一样，小到丢垃圾，大到拆洗窗帘刷马桶，哪个不是我做的？本想着自己忍忍就算了，丈夫的亲戚们本来就有些嘴碎，像村门口爱议论别人的大妈团，可他们会不会太不把我放眼里了？我可不是他们家的保姆，我从小被父母娇宠着长大，嫁人之后就是当仆人的吗？好想爸爸妈妈。我拼命抑制住眼底快要夺眶而出的泪，酸涩又委屈。这时突然又有个人问：小雪呀，你啥时候给陈家生个大胖小子啊？你婆婆可惦记着呢。我沉默着，没有回答。于是他们又开始说我结婚这么多年，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我手指甲紧紧掐着自己的掌心，恨不得将这些人的嘴撕碎。直到晚上，我丈夫陈东引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我跟她提起了白天发生的事，告诉她我婆婆和她亲戚说话有多难听。本来是想寻求一下她的安慰，谁知道她却直接躺下，看也不看我一眼，语气冷淡地说了句：我妈他们也没说错呀，那你要是生了孩子，谁还能拿这个说你？我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所以她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吗？生孩子是我的权利，是我的自由，凭什么我要在这给你们当受气包？他看我脸色不对，又不耐烦地说了句：行了行了，你要是实在觉得烦，当没听到不就行了？这一晚，我丈夫鼾声打得跟雷声一样响亮，而我背对着他却怎么也睡不着，心像一潭死水一样。第二天一大早，我又要起来为他们母子俩准备早饭。陈东引今天明明休息，他却看着自己的老婆做牛做马一样忙前忙后伺候一大家子人，没有一点要帮忙的意思。吃着吃着，婆婆突然拿出一张泛黄的小纸，上面还写着字。她说：这是俺们老家的土方子，我特地找人寻来的，你待会儿就去抓药方，炖着喝上1个月，准能给我怀上大孙子。然后她笑了起来，已经开始在幻想有了孙子以后的幸福生活。我在心底冷笑一声，面上却笑着：妈，这土方子可信不得。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反正东引今天休息，待会儿我就和他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谁出了问题。最后那几个字被我特意加重。吃完早饭，我和丈夫就去了医院检查。我比他先检查完，拿到检查结果，医生说我的身体正常，
没什么大问题。我发了信息和丈夫约好碰面的地方，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等着他出来。我坐着的地方刚好是在妇产科，诊室外坐着很多孕妈妈，有的是自己一个人挺着大肚子来检查，有的老公在旁边陪同，却也形成了两极分化，有吵架的，有甜蜜的，这会儿还有一对夫妻在争吵。女人的肚子看起来已经很大了，她这会儿眼眶泛红，不停地在抽泣着，一边抚摸着自己变大的肚子，一边和旁边的男人吼：“你妈在我没怀孕的时候就天天说我，现在我怀孕了，她还说家里的事她一点没帮忙，闲话倒是没少给别人说。你要是再帮着你妈说话，哪怕我怀孕了，我都要生完小孩就跟你离婚。”看起来辛苦又委屈。我看着那边的场景，却有些感同身受，仿佛已经能预见我怀孕了之后的生活。家庭关系一地鸡毛，妈宝男的老公，嘴碎婆婆和破碎的我。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正好此时陈东银走了过来，我起身准备和他离开，却看见他魂不守舍的样子，像得了绝症一般。我并不在意他的检查结果如何，因为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他们老陈家生孩子的。我皱着眉问他：“你怎么了？”检查不顺利。陈东引像被戳到痛点，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手指紧紧攥着一张纸，脸上满是不可置信。我感觉到了什么，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纸，一低头就看见了令人震惊的检查结果。陈东引竟然有无精症。我恍然大悟，怪不得结婚这么多年都没有怀上呢，原来岔子出在他身上了呀。我不禁有点想笑，他妈心心念念想要我为他们老陈家传宗接代，甚至在别人面前嘴碎我说我肚子不争气，一点用没有，却万万想不到是他儿子没有生育能力。我忍住笑意，假装善解人意地安慰他：“没事的，老公，这种事情谁也想不到，也不知道我的好婆婆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回到家，婆婆看到宝贝儿子一副失了魂的样子，连忙起身关心他，还不忘记瞪我一眼：“儿子啊，你咋了？是不是你老婆又欺负你了？”我不紧不慢地换了鞋，然后贴心地把我俩的检查报告送到婆婆的手里，微微一笑：“妈，这是我和东引的检查结果。”婆婆像是要马上找到我没有生育能力的证明，好让她宝贝疙瘩赶紧和我离婚，找下一家。哪成想突然浑身一颤，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骗人的！她摇摇头，坚决不愿意承认，不能相信医生。陈东引这会儿开始发挥他妈宝男的表演了，难以启齿地开口道：“妈，我真的有无精症，我该怎么办啊？我以后都没办法有自己的孩子了。”婆婆比她更崩溃，我却只想痛快地大笑一声。就在我转身离开的一瞬间，婆婆突然猛地拉住我的手腕，把我往前一推，大声吼道：“是不是你？是你害了我的儿子！”我没站稳，直接就往旁边跌了下去，砰的一声，好像撞上了什么尖锐的东西，然后视线变得模糊，最后看见的竟然还是我婆婆那张恶毒的嘴脸。来不及再去想什么，我整个人就陷入了昏迷。我似乎做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梦，等我醒来，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墙，耳边有东西在滴滴答答地响着，视线从模糊逐渐变得清明。看到我醒来，陈东引立马凑到我面前，问我：“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不想搭理他，突然又有一个人出现在我眼前，竟然是我婆婆。她却又不太一样，因为我婆婆从来不会这么慈祥地看着我，还对我笑。她像很愧疚似的：“小雪呀，妈对不住你，
以后妈不会再管你们夫妻俩的生活了，随你怎么喜欢怎么来。哦，还真是我那婆婆。我冷漠地想着。婆婆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动作，她猛地抬起手就往自己脸上扇，脸迅速就肿了起来，变得通红。她强行挤出了2滴眼泪，可惜技术不到家，在我的视线里只能看到她眼角没清理干净的眼屎。小雪，你要是恨妈，你就打妈，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和以前一样，妈会对你好的。对我好，这次是把我推向了桌角，下次谁知道会不会直接拿刀砍死我了呀？我依旧沉默，不想跟他们说一句话，简直浪费心情。闭上眼睛，表示我的抗拒。然后我就听见了他们走到墙角处，以及床帘被拉起来的声音。他们母子俩在那边窃窃私语。好像真以为自己讲得特别小声似的。儿子，你最近对那个女人好点儿，不要惹她不开心。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婆婆顿了顿，又继续说道：“反正就是要顺着她的意思，把她给我哄开心喽。”陈东引第一次见他妈为我说话，满脸惊愕，问：“为什么？你不是很讨厌她吗？”我睁开眼睛，冷漠地听着他们说话。反正你只要按我的意思做就行。他那有好东西，把他哄开心了，把那东西拿过来，咱母子俩下半辈子就享福吧。陈东引顿时来劲儿了，追问他是什么好东西。我忽然勾了勾唇，我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啊！要不是被婆婆一推，我还没法拥有上辈子的记忆呢。上辈子我在又一次被婆婆当着陌生人的面因为没有孩子而辱骂，丈夫陈东引还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帮着他妈说话，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地选择了和陈东引离婚。去领了离婚证的当天，我看着晴朗的天空，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觉得是个好日子。所以在路过一家福利彩票店的时候，决定买一张。哪成想，可能真的是因为老天为了给我庆祝摆脱了妈宝男和恶毒婆婆，所以给我中了个大奖，奖金大到我2辈子都花不完的程度。中彩票的消息不胫而走，被我前婆婆知道了，她当即就带着她儿子找上门来和我算账，要求我把奖金的一半给他们，还美名其曰是夫妻共同财产，不给就报警抓我。我当时只觉得好笑，这位大妈，你的嘴是到生产日期了吗？这么着急使用，会说你就多说一点。我晃了晃手里的手机，笑眯眯的，等下我全部录下来，给警察叔叔听哦。然后我就关上门，听他和他儿子在外面骂了我半小时，喊妈量极高。我不慌不忙地用手机录了音，然后打了个电话。警察吗？有人骚扰我。现在我已经知道我未来的生活。在听到婆婆这一番话，不难猜出她也有了上辈子的记忆。如果我想起来的契机是被撞到了脑子，那她的契机是什么？也许是蝴蝶效应。婆婆和陈东引以为我还在气头上，整个住院期间好吃好喝的伺候我，生怕我有一点不开心。要不是我也重生了，知道他是为了我的彩票奖金，恐怕还真会被他糊弄过去。以前的我就是这样，明明受了委屈，觉得难过受不了，却又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忍受这种非人的屈辱。住院时，我爸爸妈妈也来看我了，他们一进来看到我脑袋上裹了一圈的纱布，顿时心疼得不行。我妈更是直接红了眼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就进医院了？我轻飘飘地看了婆婆一眼，说道：“是婆婆不小心推了我一下，然后我就撞桌角上了。撞桌子上，谁也没想到。我知道婆婆没那个胆这样做，她虽然爱骂人，眼比天高，但却是个只会窝里横的孬种。
欺软怕硬。而且就算我这么说，我妈联想到我平常跟她说过的委屈，一定也会猜出来真相。出院后，我回到家进了房间，陈东引和婆婆大包小包地跟在后面。陈东引放下手里的东西，也跟着我进了房间，却被我拦在了门口。我挑了挑眉，说道：“我这段时间要静养，你睡觉打呼的声音太大了，在我旁边睡觉我会睡不好，你就先在客房住下吧。”陈东引张口就想骂我，想起来他妈嘱咐的话，又硬生生咽了回去，只好灰溜溜地滚去了客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是吃完了就睡觉，睡醒了就继续吃，不是在客厅看电视，就是在房间里玩手机。而且我看电视只有固定的一个时间，那就是每天晚上的8点。婆婆每天晚上8点都会准时看某水果台的8点档狗血电视剧，我现在就偏不让她如愿。每天7点55我就从房间出来，拿着遥控每个台都换一遍，就是不会换水果台，还会假装懊恼地来一句：“看什么好呢？”然后将频道停在了播放动物世界的电视台。看着婆婆那一脸不爽却又不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我就觉得浑身舒畅。想看我偏不让你看。我正在客厅看着电视，她又端了一盆水放到我脚边：“小雪啊，泡泡脚吧，妈给你把水打来了，泡个脚，晚上睡觉能舒服一些。”我没说话，然后看到她又给她儿子端了一盆，好像她真的特别呵护我。如果我没看到他儿子的那盆泡脚水里被他特地放了疏通活血的草药包的话，我转回头继续看我的电视。我们3个人坐在客厅，除了毫不知情在傻傻地玩着手机的陈东引，剩下我和我婆婆2个人各自心怀鬼胎。婆婆打破了安静的氛围，尽量不惹人察觉到地说：“小雪呀，你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好事儿啊？”刚好电视剧播放到女主因为出门踩到一坨狗屎，觉得自己踩了狗屎运，决定去买一张福利彩票。婆婆也附和着说了句：“你也可以去买着试一下，万一中了呢？”我拍了拍刚嗑完瓜子的手，伸了个懒腰，佯装不在意地说道：“妈，我对那个没兴趣。”然后点了下妈宝男陈东引，阴阳他：“不过你可以让东引去试一下，毕竟他很喜欢踩狗屎，仿佛就是为了狗屎而生。”我婆婆尴尬地笑了笑，一瞬间气氛走沉默下来，仿佛暗藏着涌动。只有陈东引对我的愤怒很直接地通过他的表情和眼神向我传达了信息，但他又无法对我发作。也许是因为被他妈耳提命令的叮嘱，这段时间不要招惹我。第2天我一觉睡到自然醒，此时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但我的婆婆罕见的没有破门而入，把我拉起床，让我去做饭。我伸了个懒腰，突然房间门被敲响，婆婆讨好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小雪，睡醒了吗？妈已经做好饭了。”我懒懒嗯了声，回应道：“醒了，醒了就起床吃饭吧。”婆婆敲了3声门，然后自己把门拉开，在看见我那一瞬间皱起的眉头后，又忙不待将门拉上，生怕我不开心。我满意了，然后不紧不慢地下床洗漱，丝毫不担心餐桌上还有2个人在等我吃饭，就是要急死他们。我上辈子年少结婚，大学刚毕业就嫁给了现在的丈夫陈东引。结婚之前，我们同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很少让我做家务，基本上都是由他包揽。现在我才知道，他是为了刻意给我营造这样一个形象，好让我心甘情愿地嫁进他们老陈家，给他们家打一辈子苦工。我从名牌大学毕业，毕业后在国企工作，我的公公婆婆却说，女孩子就不要在外面奔波，
安安心心的在家生孩子带孩子多好。于是我从高薪白领变成了家庭主妇，从漂亮年轻的女人变成了面色蜡黄的黄脸婆。每天不是洗衣做饭，就是伺候婆婆，还要挨老公的骂，受婆婆的气。我洗漱完，还特地在床上又刷了会儿手机，然后才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餐桌上，陈东引吃饭吃着吃着，突然皱着眉问了句：“刘雪，你最近怎么回事儿？天天起那么晚，好意思让老人家做饭伺候你？”我没说话，夹起一块宫保鸡丁就往嘴里送，轻飘飘地瞥他一眼，满是不屑地看着他。下一秒，我那最疼爱他宝贝儿子的婆婆就一巴掌拍在了他肩膀上。陈东引吃痛地大喊一声，他妈却不管他，跟我赔了个笑脸，好声好气地说道：“小雪，你别把他话放心上，年轻人嘛，作息跟我们老人家肯定不一样。你以后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有妈在呢，就等着他呢。接下来到我了，等我吃的差不多了，放下筷子，双手环胸，颇有一种要算账的架势。陈东引，请问你是冬阴功汤吗？这么爱费？我嗤笑一声，你要是这么心疼你亲爱的妈妈，那你就代替你妈干这活吧，不要只会装，因为你的脑子没那么大，咱学点好的，不要学人家装大爷哈。陈东引骨子里流的是传统的血，脑子是封建的思想，人格是大男子主义的标兵，生平最不能接受别人顶撞他，不尊重他，好像自己是皇帝一样，所有人都要听他的似的。被我这么一说，顿时气得满脸通红，直接把碗筷一撩，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刘雪，谁允许你这样跟我讲话的？我纳闷了，掏了掏自己的耳朵，我请问呢？我拿你当人的时候就装得像一点，我在她和婆婆之间扫了一眼，不要到最后什么都捞不着。说完，我也不去看陈东引已经涨成猪肝色的脸，心情不错的又吃多了2块红烧肉。婆婆马上开口缓和气氛，她维护我似的瞪了她的宝贝疙瘩一眼，就是要让我看到，却舍不得说一句他儿子。但我没错过她看着我时眼底的怨恨，那又咋了？他们现在能奈我何？我说了句吃饱了就离开了餐桌。当我走到房间走廊拐角的那一刻，我停了下来，靠着墙壁在听他们说话。我听到陈东引埋怨地说：“妈，你刚刚为什么要帮着那个贱人说话？他都骂我了。”我翻了个白眼，妈宝男不愧是妈宝男，一把年纪了还要争着当小学生。我婆婆轻声哄他：“哎呦，妈也是没办法呀，这段时间你就再忍忍吧，等妈拿到她手里的东西，你就跟她离婚。”陈东引又像愣了愣似的，半晌又小声地道：“离婚？不至于吧，我们就是偶尔吵个架。”婆婆嗓音猛地变大：“哪里不至于？”又怕被我听到，下一句又放缓了声音：“你和刘雪结婚5年了，她那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她嘟囔了句：“怕是个不能生的。”她又说：“妈可不相信那些医生的鬼话，咱老陈家的基因好着呢，怎么可能生不了孩子？肯定是刘雪捣的鬼。”我冷笑一声，转身离开。想离婚？我还没玩够呢。上辈子我和陈东引结婚好几年了，却没个孩子。我婆婆对此怨言颇多，动不动就要在我面前阴阳怪气2声。别家的媳妇1年能生俩，我们家呢？哎，真是老天造孽哟！看电视剧看到别人家庭幸福美满时，她会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感慨道：“我看呐，要不是有人的肚子不争气，我儿子这会儿也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了。”我听完直接无语了，他以为这是种水稻呢。
还1年生俩，要说问题，还指不定在谁身上呢。那会儿的我这样想着，殊不知这辈子一语成谶，陈东隐变成了一个有无精症的男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自己的孩子，也算是他们的报应了。这样被人伺候着的生活过得我那叫一个舒畅。上辈子对我没一个好脸色的婆婆，这会儿见到我都恨不得把笑脸镶嵌在脸上。饭是不用做的，家务是不用动手的，水果是有人切好送到嘴边的。我心里知道她在惦记什么，但我不是以前那个傻子了，傻傻的被人欺负还不知道反击。我在心里冷笑一声，把记录了一些数字的平板刻意地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屏幕是打开的。过了10分钟，我估摸着时间，开始故作焦急的一边在找着什么东西，一边大喊：“妈，你看见我平板了没？”婆婆大声回应说在客厅，嗓音是抑制不住的喜悦，以至于我出去时都还能看到她满面春风的笑脸。于是我问她：“发生什么好事儿了吗？”婆婆摆了摆手，眼睛却控制不住地往我平板上的一串数字瞟，装作不经意地问：“小雪呀，妈刚看你这写了一串数字，这是干嘛的呀？”我挑了挑眉，顺着她的话往下说：“我这不是昨天出门，有坨鸟屎落在我面前的地板上了吗？就打算挑个黄道吉日去买张彩票，钩子已经抛出。”果不其然，婆婆欣喜地问：“这就是你想买的号码吗？”我懒懒地嗯了声，身子往后一靠，见婆婆拿起手机偷偷拍照，又小心地把我那一串数字删掉，然后故作惊慌地哎呀了一声：“妈不小心把这个删掉了，没事吧？”我摇头：“没事，大不了就不买了，反正中奖的概率很小很小。”可惜婆婆已经全身心扑进了这个数字里，因为她无比的相信这是能让她和她宝贝儿子这辈子都衣食无忧，踏上人生巅峰的数字。我笑笑，希望他们以后也能这么开心。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就是离婚。在我提出离婚后，陈东隐犹犹豫豫的不肯答应。他妈直接在旁边大手一挥，趾高气昂地说道：“离婚就离婚，你以后可别后悔。”一听他妈这么说，陈东隐也重重点头，板着张脸说：“离婚可以，不过要让我重新提。”果然大男子主义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我随他，反正我不在意这些，老娘马上就要进入下一阶段了，还会在意这些？签完离婚协议书，约定好领离婚证的时间，他们就让我现在滚出去。我轻笑一声，拿出房本，手指在上面点了点，提醒道：“看见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了不？”他们脸色瞬间跟苦瓜一样难看。我冷笑一声，指了指门：“你们现在就离开我家，这套婚房是我爸妈给我买的。本来当初说好2家各出一半，但当时到结款的时候，陈东隐他妈又死乞白赖的不愿意给了。这么多年他儿子赚的钱也不少，他花的也不少，难怪皮肤保养的那么厚呢。”恶心的人一走，整个房子都宽阔了许多，我感觉到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但我还有一件事没做，转过身拿起手机，把陈东隐之前去医院做的身体检查结果的报告拍了下来，重点放大了患有无精症这几个字，然后手指轻轻一点，发在了他们7大姑8大姨的群里。不是爱嘴碎吗？不是爱说我没生育能力吗？这下换成你儿子，我看你还能不能碎得起来？如果不是他四处传我没有生育能力，让我被一群大妈指指点点，我也不会做到这份上。被人嚼舌根的痛你们也得尝尝。距离那一期彩票的购买时间还有3个月，我和陈东隐领完结婚证以后，
可能是七大姑八大姨们忘记了还有我的存在，我依然在那个群里当个潜水者，看他们的聊天信息里，我的前婆婆现在每天都在购买奢侈品，全部都是刷的信用卡，什么贵就买什么，惹得群里的其他亲戚好生嫉妒。像以前穷了很久的人突然暴富了，只剩下他们依然在穷着。还有1个月的时候，我在家收到了陈东引的结婚请帖，听说他们是相亲认识的，女方不嫌弃他是个无精男，很爽快地答应跟他结婚了。我本着有好戏不能不看的道理，觉得事情一定有反转，所以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随了250的份子钱，要不是没有25零这个数字给，我还不舍得给这么多呢。登记随礼金的小姐姐写下这个数字的时候格外尴尬，仿佛从中看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我只笑笑进入了婚礼现场。陈东引和他妈好像是为了展示他和我离了婚之后过得有多好，即将收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时不时就要往我这瞪一眼，好像我欠他们钱似的。跟他结婚的女人长得还挺漂亮，他甚至在过场结束后单独的找到了我。你是陈东引的前妻吗？我皱眉，这是我的一个污点来着。如果可以，我真的非常不想承认跟这个妈宝男有过一段婚姻。勉勉强强的嗯了声。我好奇心使然，问了他一句：你为什么会想跟陈东引结婚？美女笑了笑，毫不在意地撩了撩自己的头发，潇洒地说道：谁想跟他结婚？妈宝男加无精男，简直 buff 叠满了好吗？不过呢，他刚好符合我的需要，因为我不想再生孩子了。我了解的点头，没明白他的再生孩子是什么意思。直到1个月后，我去买了那张命运般的彩票，出来时竟然碰到了陈东引和他的新婚妻子，2个人站在街边吵架，而我眼尖的看到他手上也拿着一张彩票。你这个贱女人，竟敢找我当接盘侠！你都无精男了，还在意这个吗？白来的孩子你不要，想自己生你也生不了。原来那个女人在结婚前就已经怀孕了，当然是别人的孩子，却因为父母不同心，她和男朋友结婚，被逼无奈和刚见过一面的陈东引结婚了。而陈东引生不了孩子，刚好满足了他只要肚子里的这一个的愿望，彼此各取所需。可陈东引这种大男子主义标兵可不会接受妻子给他戴绿帽，所以当街就开始骂人。走过的路人听到他们的对话，都若有若无地看向他们。陈东引终于受不了离开了，我真是一阵唏嘘。很快就到了开号码的日子，我一觉睡到自然醒，醒来就收到了自己中奖的消息。等我领完了奖金，陈东引和我的前婆婆也立即杀到了我家门口。开门，他不停地拍着门，我透过猫眼看到他恨不得将我撕碎的表情。刘雪，你这个贱人，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故意给我假的号码，傻子才会开门。我就站在门口听他们不停地骂，边骂还要边踹门，我一点不落地，全部录了下来。和上辈子一样，干脆利落地报了警。喂，警察叔叔吗？有人骚扰我。警察很快来到，并将他们母子俩带走。我却没有就此罢休，带着我录下来的他们辱骂我的录音，去法院起诉他们辱骂诽谤我。最终，母子俩被强制要求当着我这层楼所有住户的面给我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还赔偿了我一定的精神损失费。贱女人，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临了，他只能恶狠狠地给我留下这样一句不痛不痒的话。我买了新房子后，每天拿着钱去潇洒快活，偶尔还能听到我的前婆婆为了还信用卡
不得不去给别人做保姆的消息。我听了只是笑，他最好是能好好工作，别再惹出什么幺蛾子来。而我已经重获新生，我走在街上，拿着他们赔偿的精神损失费，偶然碰到一个正在街上乞讨的乞丐，顺手把钱放进了他破烂的碗里。此后，没有人再能阻碍我的生活，我将自由快活一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